这些年，我们经历了丹麦生蚝泛滥、澳大利亚野兔成群、小龙虾入侵英国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就连昂贵的帝王蟹也成为了欧洲和南极的入侵物种。或许我们以后的饭桌上不只有小龙虾了，说不定还会出现泛滥成灾的帝王蟹。那么，昂贵的帝王蟹为什么会变成入侵物种呢？它到底有什么可怕之处呢？这里是150，欢迎关注熊探长，带你探索有灵万物。帝王蟹属于甲壳类生物，体重能达到10公斤左右，存活时间长达30年，是一种杂食性动物，喜欢吃一些鱼虾和水草，常年居住在低温环境中，主要分布在北太平洋和阿拉斯加的北极海岸。由于生存环境的特殊，一定程度上也帮助它们避开了天敌的追杀。帝王蟹的天敌主要有章鱼、大型鱼类等，但这些生物只能生活在不低于7度的海洋里。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，导致天敌们根本无法捕杀到帝王蟹。据数据显示，帝王蟹在每年4到6月之间会产出大量的卵子，并且幼崽成活率高达18%。繁殖期间至少会诞生16万只新的帝王蟹。繁殖速度快的同时又没有天敌捕杀，导致帝王蟹逐渐泛滥成灾。那么，帝王蟹入侵世界会造成什么危害呢？数以万计的帝王蟹一旦进入某个海洋生物圈，就会造成海洋生态系统紊乱，其他物种数量急剧减少。早在2011年，科学家们就在南极海域发现了100多万只帝王蟹。这些帝王蟹在南极仿佛过上了养老的生活，舒适的海水温度，再配上南极海底的小鱼小虾，繁殖速度尤为惊人。其中，挪威成为了世界上被帝王蟹入侵最严重的国家。大量的帝王蟹生活在挪威附近海域，导致当地海洋生物数量急剧减少。一些毫无攻击力的海洋生物遭到了帝王蟹大量的捕食，使得挪威以捕捞为生的渔民收入大大减少。说到这儿，肯定有人会好奇，帝王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，为何渔民不对帝王蟹进行捕捞贩卖呢？事实上，帝王蟹常年生活在深海水域中，捕捞起来难度非常大，不仅捕捞成本高，而且危险系数也极高，并且捕捞的数量远远赶不上繁殖的数量，所以大多数渔民也是有心无力，这也是帝王蟹价格高的原因之一。其次，帝王蟹的入侵还会带来很多疾病，不仅威胁人类的生命安全，还会威胁海洋生物。当帝王蟹移居到陌生海域后，会与当地的海洋生物进行交配，繁殖出来的物种可能会出现变异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些变异物种一出生就携带了各种病菌，随着海水的流动，细菌会快速的传播，导致其他海洋生物也会感染上病毒。久而久之，人类食用染上病菌的海洋生物后，就会引起各种疾病。这也意味着，帝王蟹一旦入侵了全世界，将会给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。这些年，挪威为了阻止帝王蟹继续泛滥成灾，还颁布了相关法律，规定渔民们在深海打捞时，如果捕捉到帝王蟹，不允许再次放回海里，否则将会面临罚款。但是对于我国来说，任何泛滥的生物都逃不过被吃的命运。如果帝王蟹因为泛滥而导致价格下降，那么它将会和小龙虾一样，成为我们餐桌必备的美食。现如今，帝王蟹不仅危害了欧洲的生态环境，还对南极的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因此，我们每吃上一只帝王蟹，也是为南极的生态环境做出了一份贡献。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150，如果您喜欢熊探长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评论加关注。您的关注将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。